我明明在末世尸潮里引爆了丧尸，怎么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？小雅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你爹已经走了，你也要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妈的，这辈子真是废了。大梁朝成为了江家村15岁的少女江大丫，原主父亲意外狼逝，母亲卷走财物改嫁，接连的打击让原主悲愤离世。你爹停灵7天了，昨日才抬上山埋了，棺材钱还没凑齐，你倒在这儿挺尸！你大伯说了，你爹这份家产得拿出来还债，你一个丫头片子留不住，趁早给你寻个人家嫁了。换2两银子，大家都省心。老大，你弟头七都还没过，你就来扒房梁，你还是人吗？3弟妹都嫁了，这家还有什么好守的？老太太，你是续媳，我爹死了，本来你就该回你娘家去，现在老三走了，你还赖在我们江家，算怎么回事？我是续弦，但我也是上了族谱的。我为你们江家生下了老三，老三虽说不在了，可他有儿有女。自从分家以来，我从没有吃过你们2房1口饭，你凭什么撵老婆子我走？切，就一个丫头片子，一个8岁牙都没长齐的崽子。老太太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2两银子，这死丫头能有这身价，就算她烧高香了。人隔壁村王二旺愿意出这个价，那是看得起她。切，再说了，他娘那么大岁数，不也2嫁人了？刚好他们娘俩1前1后嫁人，赶上个好日子。你们好狠的心！王二旺60岁都能当大丫爷爷，那是出了名的老寡妇。我的大丫才几岁？老三啊，你睁开眼看看，你才去多久？别人主意都打到你闺女身上了呀！我不活了！姐，小兔崽子，你瞪什么瞪？你姐嫁人了，你就跟你奶奶滚蛋！这屋老子要收回来！江大柱，我爹停灵7天，你们没来烧一张纸，没来上一炷香，今天来是要把我卖给老瓜夫，收我家的房，撵我奶奶跟弟弟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走，这死丫头疯了！你给我等着！姐，你别死，你别跟爹一样死。不会死。大丫，你怎么变了个人似的？阿奶，爹死了，娘也跑了。我要是再不立起来，咱们仨等着被他们吃干抹净吗？我倒是无所谓。你和小牛以后可怎么办？连随身空间也消失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怕是更难了。竟然绑定了商城系统，还能交易物资换取生活所需。虽说有不少限制，但眼下足以支撑我们活下去了。江家村坐落在2座山之间的谷地里，村后是一片连绵的山林。这个时候已经快入秋了，山浅的地方已经被挖空了，野菜、猎物都没有了。不过深山没人敢去，因为有一些毒虫蛇蚁，听说好像还有大虫。阿奶，明天一早我进山。进山？那山里有野物，你爹就是在山里出的事情，你一个丫头。阿奶，大伯今天吃了亏，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，且家中已经1粒粮都没有了。你看小牛饿得像小猴子，你也年纪大了，我若不去寻一些吃的，咱们祖孙都得饿死。村里该借的都借过了，家家户户人口都多，谁家还有闲粮能借给我们呢？唉，大丫，天还没亮，趁早进山，免得日头大了晒。路上小心。这是野兔粪，我应该就在方圆50步内。还想跑？
这回可有兔肉吃了。这是野山参，品相还不错。还有鸡枞菌，两只野兔，一只肥野鸡。系统经检测到可售出物品是否全部售出？当前余额1400积分。大丫，你没受伤吧？这都是你打的？奶奶，我爹下葬的时候，村里几家叔叔都帮忙了。一会儿咱们把兔子炒了，给他们家送点兔肉，也算是感谢他们之前的帮忙。大丫，咱们就这几只兔子，全送出去，咱们吃啥？奶奶，我不是全送，这只小的咱们自己留着，这大的野兔、野鸡全部处理好了，砍成肉块送人。大丫，这是你在哪里买来的粮食？我今日其实多猎了2只野兔，比这还肥，然后到镇上酒楼卖了点银子，就买了糙面和盐。奶奶，小牛，坐下吃。大丫，你吃，你进山累，多吃点儿。奶奶，我们一起吃，不管以后怎么样，咱们先吃饱了再说。拿着拿着，醒儿打的，大伙儿都尝尝。他周嫂子，你家大侄女猎了3只野兔回来，就是不卖给我，还说我趁火打劫。他还送给谁家了？王婶儿、刘嫂子、李婶儿，好几户都送了，就是没给你们大房送。凭啥？我家青山糙米都快吃不上了，那死丫头倒有兔子吃。山是大家的，兔子就该是我家的，老三的家产也该拿来给青山读书。又咋了？那好侄女打了兔子满村送人，就是不给我们。这没钱货！明天你去他家把猪肉要回来，不给就把他们撵出去。操！你不去，我自己去，我说到做到。光靠昨天那些积分不够，系统商城物价5积分才1铜板，粮食也撑不了几天。检测到野生37 X11株，1株3彩1000积分，可兑换11000积分，是否付出？2两2钱，先不急着卖。镇上药铺收不收，价格如何，还得比过才知道。茯苓，至少2斤，约2斤，1斤600积分，可兑换1200积分，是否输出？心里怎么一阵不踏实？
但愿是我想多了。你不去，他家2天房屋全是江家的，便宜他们。还想不想你家来福去镇上书了？那丫头不在，就老太太和那小小子。那改天再来。改天他回来还能抢到地契。你们来干啥？老太太，大丫打了兔子满村送，不送我们是什么道理？老三死了，家产该归他大哥，你们霸着东西不怕折寿。大丫说了不给，快出去，不然我叫人了。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来，你个续弦的，有谁把你当回事儿？别欺负我奶奶！小家伙，滚一边去！别打我孙子！信爷拿走。锅也拿走。不能拿走我家唯一的锅。大丫，你可回来了！小牛，阿姐回来了。阿姐，你的事儿，姐会想办法。奶奶，忍着点儿。大丫，你要干啥？不能去，他们人多。我爹死了，娘跑了，这世上只有你和小牛，他们动你们，就动我的命。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你好好看住小牛。丫头骗死老婆子，丫头老骗子！
明天之前拿了我的东西，一样不少的赔给我，少一样我会再次登门拜访。村长，大牙，你咋来了？小牛怎么样了？就是那个人，我早就想收拾他了，但我是外姓人，管不了江家的族内事儿。断亲的事儿，你得找族长。族长怎么说？我还没找族长，我想请村长跟我一起去。行，我帮你说话，但丑说在前头。族长江才茂知道沈清在镇上读书，就指望着他能考取功名，对江大柱一家自然偏心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来找村长。你这丫头比你爹强，你先回去，明日一早我去找族长，祠堂见。江大丫，你一个姑娘家翻墙闯进长辈家里，殴打打抢东西是什么道理？那不经过我同意到我家中拿我的东西，伤我弟弟和奶奶又是什么道理？不问自取叫做道。小牛才8岁，现在被赏得床上生死未料，这般行径，族长当真要包庇？周氏，你打了孩子？我就是轻轻拍了一下，谁知道那孩子头那么软。够了！这里是祠堂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，还不快收起来！财茂哥，我插一句，大丫他爹刚死，娘跑了，家里就一个老太太和一个8岁的孩子。周氏和刘上门抢东西还打人，这事儿放在哪朝哪档说不过去。德厚，你是村长，管村里的事儿，但这是江家的族内事，我来处理就行。我是外姓人，管不了族内事，但我是江家村村长，大丫是江家村村民，村民来找我，我不能不管。周氏和刘氏上门抢东西打人，确实不对。江大丫殴打长辈抢粮食也不对，两家的账各打10大板，就此结果。断亲的事儿我不同意。族长，为什么同意断亲？那粮食是我自己打猎换来的，何时成了周氏的？你说我不敬长辈，我奶奶可是入了江家族谱，她不敬我奶奶就不是不敬长辈了。我看你是做这个族长位置久了，不分是非黑白，当众徇私，你也不配做一族之长。大胆！即使那粮食是你换来的又如何？你爹不在了，你们老弱寡寡的，断了亲谁来照应？你大伯二伯再不济，也是你爹的亲兄弟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这亲不能断。族长，我爹在世的时候也已经分了家，分家单子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爹名下有田5亩，地3亩，宅地1处。我爹不在了，这起该由我和小牛继承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早晚要嫁人，你弟弟才8岁，守不住这些田产。依我看，田产暂由族里代管，等你弟弟长大了再还给他。大梁律法规定，父母不在，子女继承家产，女子未嫁也有继承权。你个丫头片子，跟族长讲律法，你读过书吗你？动手！我身为大梁朝的子民，自然是要知晓本朝律法，这与我读没读过书有何关系？难不成没读书就不用遵守律法了是吗？若真的是，那我倒要上县衙问一问了。
财茂哥，这律法你我应当是村中最清楚之人了。大丫说的是真是假，你不会不知吧？我不需要族里多管田产，我也不需要大伯二伯的照应。一，我爹名下的田场地契交还给我。二，断亲书你作保，从今往后我奶奶、我弟弟与江大柱、江二柱两家再无干系。三，周氏和刘氏打伤我奶奶和弟弟的赔偿5两银子，或者等值的粮食。闭嘴！田产地契可以给你，断亲书我可以作保，但赔偿不能少。小牛后脑勺上的口子要去镇上看大夫，赔偿不能少。小牛后脑勺上的口子要去镇上看大夫，我奶奶的胳膊要养伤。况且我奶奶虽然是续媳，那也是上了族谱的，名义上就是周氏的婆母，婆母视为不孝。若是不给，我就去江青山的书院门口闹。我倒要看看他的夫子同窗知道后，江青山的书还能不能读下去。行，5两，1分不少。田产地契今天之内给你，断亲书我现在就写。此外，你祖孙3人从江氏族谱重名，求之不得。当了村长10几年，头一回见财茂被拿捏成这样，后生可畏。村长，谢谢主持公道。再哭把你休了！奶奶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去镇上。镇上？这会儿去镇上？小牛的头不能等了，村里的赤脚大夫看不了这种伤，镇上医馆有大夫。到了。麻烦大夫帮我奶奶看一下伤。带着孩子进来吧。这是被什么打的？能治吗？伤口太深了，老夫行医30年，只能敷上金疮药，听天由命。能不能活，看这孩子自己的造化。如果能把伤口缝起来，是不是就能活？缝起来？你是说像缝衣服一样缝伤口？对，伤口两边的肉合在一起，长起来就快，也不容易感染。老夫在医书上见过类似的记载，说是域外有这种法子，但老夫从未亲眼见过，更不会做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知道这个？我爹在世时教过我，他在外面跑伤，见过刀伤，学过这个法子。行，你试试。丑话说在前头，出了事儿，我这医馆不担责任，药费和诊费该收还是要收，我自己担。江行走到一个僻静角落，警觉地环顾四周。他确认无人后，打开了系统光屏。他快速搜索针线、消毒。他兑换了缝合针、缝合线、碘伏、竹筒和关刀，没有麻药。他翻来覆去没有找到麻药，只能让小牛硬熬。总价78积分。大夫，借我1盆热水、1把剪子、1块干净的布、1碗烈酒。你这里还有吗啡散吗？有，不过吗啡散的价格可不便宜，快去准备。
小牛，忍一忍，缝好了就不疼了。阿姐，疼？没事，很快就不疼了。阿姐已经帮你缝好伤口了。大夫，金疮药的钱、诊费加上借你的东西，一共多少？你这手法谁教你的？我爹。你爹叫什么？在哪里跑伤？免贵姓林，是这间医馆的掌柜兼大夫。老夫想拜访他。8天前死了。诊费加金疮药和麻沸粉900文。林大夫，我用药材抵账，行吗？这是野生3七，品相这么好。这茯苓也是野生的，年份不低。柴胡倒是普通。丫头，这些药材拿到府城去卖，至少值5两银子。你用它们抵900文的账。林大夫，那你觉得这些药材值多少？3七11株，品相上乘，我给3两。茯苓2斤，给800文。柴胡200文，不值钱，总共4两银子。丫头，你刚才那个缝伤口的手法，老夫行医30年，从未见过。你能教我吗？如果你肯教，这些药材我全买了，给你5两银子，另外再加10两银子的学费。林大夫，这手法我可以教，但不是用我刚才那种针线，那种针线我自己也没了，我用教你一个能用的法子。行，普通的也行。林大夫，这个哨叫煮针灸洗法，针要用火烧红，再泡烈酒，这叫消毒，意思是把针上的脏东西杀死。线也要用酒泡，缝的时候从伤口一边穿进去，另一边穿出来。间距跟我的手头宽差不多，每缝一针打一个结，不要打太紧，也不能太松。记住，最重要的不是缝得多好看，是不能让脏东西进去，伤口感染了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所以针要烧，要泡，最好是用烈酒泡过，包扎的布也要煮过。丫头，你这法子能救多少人啊？林大夫，拿2副伤药。你说朝廷这次能挡得住吗？挡个屁！北边3个县城已经丢了，难民往南涌，咱们这些被征去守城的，不就是去当肉盾？嘘！大丫，咱们走吧，小牛睡着了。糙米5斤，白面10斤，粗盐3斤。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明天来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。姑娘，你这是要办喜事儿？不是，搬家。粗陶碗3个，筷子3双，菜刀1把，剪刀1把，针线包1个，还有火折子1个，水囊1个，粗布包袱皮2个。姐，咱们今天花了多少钱？姐，等我长大了，赚好多钱还给你。嫂子、大丫、小牛，你们去哪儿？来上车一起回村。三叔公好。番外才有的番西瓜，好吃还管饱，回头让老三帮我种上，来年收成就可以吃了。江大柱和周氏当真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等我回村去收拾他们。三叔公，不必麻烦了，我们既然断亲，就不想再有任何关联。大丫，灶台咋办？先将就着，
明天我来修灶台。小心！姐，灵儿回来！这味道是野猪的领地。蹄印宽2寸，入土1截指，这畜生有200多斤，2寸多宽，1截指节深。这大家伙至少220斤往上，那对獠牙能直接捅穿人的肚皮。这个间距足够他摔个跟头了。昨晚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，就看这畜生上不上道了。只要他冲起来被绊倒，再大的力气也是白搭。和之前的不一样了。3万积分，5万了，空间回来了。1立方米，够了，够我在这世道活下去了。1立方米够放棉被、粮食、锅。逃荒路上最怕东西多背不动，有了这个空间，就等于多了一双手帮我扛着。咋了？那是姜老三家的大鸭，他拖着的那是野猪，这么大一只。你看那脖子上的口子，一刀毙命，这比杀猪罐还利索。这丫头是吃啥长大的？他爹活着的时候连鸡都不敢杀。这丫头的眼神咋这么瘆人？大丫啊，这野猪你打算咋处理？卖不卖？卖的话给婶子留几斤，婶子给你钱。还没想好，这今天是单亲反救猪。他真打了头野猪，那可是野猪，可不是嘛？200多斤的大野猪拖了一路回来，那场面，你家这回可亏大发了。要是不跟他闹翻，这野猪你也能分一半。段亲书，
我就不信那死丫头连笑脸都不吃。大丫，伯娘来看你了。小娘，娘啊，我给你们带了点红糖，你打了野猪辛苦了，喝碗红糖茶补补身子。大丫，伯娘是来给你道歉的。前两天是世伯不对，一时糊涂打了小牛，抢了你家的东西。伯娘知道错了。你看，咱们毕竟是亲戚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红糖你拿着，伯娘的一点心意。滚！啥？还不长记性，还敢跑到我面前晃！我与你的仇怨，半斤砂糖就想接过去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滚开！你这丫头，我都低三下四来道歉了，你还怎样？我没让你来道歉，你心里憋什么屁我很清楚。野猪，你一口都别想！江大丫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好歹是你大伯娘，你一个丫头片子在村里混，还能不要亲戚帮衬？你爹死了，你娘跑了，以后嫁人都要你娘家人光了，你看谁给你撑腰？手不想要了，赶紧滚，不然要是手没轻没重。死丫头，你给老娘等着！你早晚有求到老娘头上的一天。姑娘，后门不收散客。我不吃饭，我卖野猪。掌柜，掌柜的，你快来看！姑娘，这野猪是你打的？是220斤，净肉130斤上下。姑娘，我给你1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12两，不能再多了。哎，姑娘，你倒是说个价呀！60两。60两，姑娘，你知道60两能买多少头猪吗？太平年间一头肥猪才15两银子，你这野猪再金贵，现在不是太平年景，北边已经起了战乱了。北边在打仗，难民在往南涌，粮价5天翻了1倍，肉价呢？再过10天，你拿着60两，连头猪崽子都买不到。30两，50两，40两，这猪若能售出就卖，不能售出就不卖。姑娘叫什么名字？江醒。江醒姑娘，你以后要是再打到野猪，直接送到我这儿来，望月楼的门永远给你开着。上一次来，粮铺门口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一次竟排了几十个人，怕是要出事了。掌柜的，白面多少钱一斤？35文。掌柜的，白面多少钱一斤？掌柜的，白面多少钱一斤？35文。上次不是8文吗？姑娘，那是3天前的事儿了。3天，从8文到35文，翻了4倍还多。这不是涨价，这是崩盘。糙美呢28文。粗盐呢60文。掌柜的，仗打到哪儿了？永州全境丢了，北边的兵跑了，难民往南涌，叛军前锋过了永州河，离这儿不到200里。200里，快马1天就到，步兵3、4天也到了，没有时间了。给我10斤糙美，5斤白面，5斤粗盐。好嘞，姑娘不再多买些？我身上银子不够，先买这些吧。总共775文。奶奶，白面35文1斤，糙米28文，粗盐60文。3天前还不是这个价，3天后呢？5天后呢？往哪儿走？南边，
往南80里到安水县，从安水县坐船渡江，江对岸是平州，平州富庶，没有战事，到了那儿就安全了。什么时候走？再等几天，多打点猎物，多攒点粮食，路上最少要走1个月，东西不够就是死路一条。大丫，这个你拿着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会带你们活着走出去。阿姐，我也要帮忙。所有人都起来！北边的兵败了，叛军就要打过来了。所有人收拾东西，天亮前到村口集合，跟着官军往南撤。快快！奶奶，起来，要走了。姐，别怕，东西我都准备好了，穿上衣服就能走。丫头，小妞起来了没有？起来了！造化弄人啊！看来我这糟老头注定还是要拖累你。没有，我们早就该一起走。走吧。大柱怎么还不回来？去了1个多时辰了，来回20多里路，天又黑，江家准啊！你家青山在镇上读书，清月在隔壁镇绣房学手艺，一个在东，一个西，大柱哥2条腿，哪能这么快？那也不能不等啊！万一叛军打过来了，他们还没回来，怎么办？那你等不等？都别磨蹭了，天亮前必须出发，不等人的啊！再等一会儿，大柱去接青山清月了，还没回来。不等，叛军前锋离这儿不到200里，你愿意等自己等，全村几百口人不能陪你等。不是，要个江家了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！爹，咱们真要走？我在镇上听说官军已在青州府集结，叛军打不过来。你听谁说的？赵掌柜说的。赵掌柜自己都跑了，他的话能信？大家别慌，朝廷说了，到了南边会安排大家。咱们先去府城跟大部队会合，到时候有官军护送，不会有事的。到了府城之后呢？之后朝廷会安排到哪儿去？听说是南边平州，还是我们不知道的地界。哭什么？我不想走了，走了又能去哪儿？咱们村都没了，地也没了，到了南边谁认识咱们？咱们吃什么住哪儿？我表哥在平州，去年闹蝗灾，饿死了不少人。我听说江对面也不太平，叛军要是过了江呢？那往哪儿跑？往天上跑！
三叔公，你怕不怕？怕。三叔公也怕。你三叔公活了66年，头一回不知道明天在哪儿，能不害怕吗？我不怕，我姐在，我姐什么都会。姐，好重，铺软一些，晚上睡着能更加暖和。花这冤枉钱，唉，不冤枉，路上冷，冻病了更花钱。三叔公，你这被子不行，太薄了，半夜肯定冷。没事儿，我这把老骨头扛得住。扛什么扛？三叔公，你和小牛睡，小牛的被子厚，2个人挤着更暖和。那你的被子呢？我和奶奶盖一床，你的旧棉被我铺在茅草上当褥子，2床刚好够铺。盖好，别踢被子。我不踢被子。大丫，你多给我盖点儿。我不冷。有人在打冷颤，不止一个。还好，奶奶他们还暖和着。需要棉衣，奶奶一套，小牛一套，三叔公一套，自己一套，大约4两银子。但怎么拿出来？凭空变出棉衣，奶奶会起疑。三叔公，咱们煮点粥吃。吃饱了才有力气赶路。这肉熏得好。奶奶腌的。大丫，小牛8岁了，还没个大名，你爹走得急，你看是不是该取一个？小牛，我给你取个大名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大名？写在族谱上的名字，长大了别人叫你时叫的是大名。那我叫江什么？江西侃，西是希望，侃是正直从容。希望你充满希望，正直从容的过一辈子。这是我以前听江青山读书时听到的，就叫这个好吗？江西肯，好听。你别念了，念得我脑仁疼。不是你儿子，你当然不心疼。他对大房的实事不感兴趣。姐，大伯怎么还不回来？不知道。大伯活会不会被叛军抓走了？不知道。姐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青山，青月，青山，青月，我的儿啊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
有水吗？渴。月儿，你累坏了吧？快歇歇。娘，绣房的姐妹们都没走，就我一个跑了。跑就对了，命比手艺重要。镇上空了。知府大人跑了，镇上不设防，我从城墙根绕进去，粮铺、药铺、布庄全关了，大户人家早跑了。那咱们村还能回去吗？打住，打住！你还看到什么了？官道上全是人，永州来的、北边来的都往南走。叛军已经过了永州，前锋离青州府不到100里。100里，那岂不是3、5天就打过来了？所以得赶紧走，快准备，快准备！都数出你数了，都听见了，往府城方向走，到了府城再说。求说呀，必须加快速度了。烧了，全烧了！叛军进了李家村，抢东西，烧房子，杀人！李家村离咱们江家村才5里地。我知道李家村，但叛军从北边来，江家村在北，肯定也……我的房子，我盖了3-30年的房子，我家的烟菜坛子还在后院摆着呢。那咱们的地呢？我就说不该走，留在村里至少能守。你拿什么手？拿你的嘴皮子手！人活着比什么都强，房子没了可以再盖，地没了可以再开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都别哭了，哭不回来房子，哭回来地。活着才是正理。那，你爷爷和你爹的坟，没什么感情，担心什么感情？江家村只是一个住过的地方，连家都算不上。奶奶，家没了，人还在，我在这儿，小牛在这儿，咱们3个在一起，到哪儿都是家。星儿，你长大了。
走吧。都起来了！今天要赶路，争取天黑前走到官道上的驿站，那儿有水源，能歇脚。奶奶，你喝了粥再走。你喝，我喝过了，你喝完。快点！你们这是散步还是逃亡？你嫌慢，你走前面，人拦你。我怎看着就走，人走前面有孩子怎么了？逃荒路上谁还管到谁？都别吵了，都是逃难的，互相体谅。对，都消消气儿。你知道不？我在粮油铺干了3年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？什么世面啊？去年秋天，粮价一天涨3回，早晨10文，中午15文，晚上20文。那些有钱人抢粮食跟抢命似的，一麻袋一大袋往家扛，20万一斤，那谁买得起？做买卖靠的不是钱，是消息。谁先知道粮价要涨，谁就能发财。那你发财了吗？我那是没本钱，有本钱我早发了。粮食、盐、商药、布、棉衣，还得买几双鞋。月儿，你背得动吗？能帮你拿点？不用，这些都是我的心血，不能丢。你爹说他手里肯定还有银子，卖野猪的银子没花完，那跟咱们也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他一个丫头片子，拿着那么多银子，早晚被人骗光。与其让别人骗，不如……你也吃点儿。我吃过了，你吃完。天黑前要到驿站，还得走快些。凭什么你们站好地方，我们先到的？你们先到，我们明明是一起到的，我们比你们早半个时辰。半个时辰也叫早？半大主。姐，好了没有？再等一会儿。71、72、70、73，吃吧。阿姐，小声点儿，你伤口还在恢复中，多喝一些粥。星儿，咱们的粮食师傅要省着点吃。等到了府城，看能不能买粮食，都需吃得饱才能力气。能进城但有限制，一户只能进2个，用时之前必须出来。都别吵，听我说，自己负责。拿着，买点粮食，买点盐，再买点药。一户2人，有时之前出来。江家村，这是我家的户籍。几个人？就我一个。糙米38文一斤，白面45文一斤。爹，还买不买？买，但得留一点给你妹妹抓药。知道了。这价钱比咱们铺子卖的还贵，贵也得买。快走，别在这儿站着。还是我儿有本事，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银子贴补家里啊！爹，快走，
急什么？让大家看看我儿的本事，看谁还敢瞧不起我家！爹，财不外露，这么多人盯着，你想被人抢吗？怕什么？有官军呢，谁敢抢？阿姐，阿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奶奶还担心你错过了时辰。快吃，躲起来吃，别让人瞧见了。买齐了，齐了。爹，快走，别在这儿听。大柱买了不少啊，不多，够吃一阵子。这种保护没什么用。西南江家村、周家寨、李家村。3个月。凭什么们分到西南？最远的是不是搞错啊？3个月，我家青山还要走3个月，还读什么书？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？西南就西南，3个月就3个月。咱们江家村的人什么苦没吃过，旱灾、蝗灾哪一样没挺过来？是活着比什么都强。到了西南安顿下来，开荒种地，日子总能过下去。三叔公，你怕不怕？不怕。真的？你姐在，你姐什么都会。我姐什么都会。醒儿，你累不累？不累。三叔公，走吧，咱们该启程了。省着吃，3个月呢。得快点吃完，不能让人看见。我要吃肉。喝粥，别看。少煮点肉，太多了不是怕买不起，是怕被人盯上。怕什么？有官爷，谁敢抢？族长，您尝尝，家青山说了，路上多吃肉。从今晚开始要守夜了。今晚没事。别哭，别吵醒娘。粮没了，
谁？老子要杀了你！老子要剥了你的皮！我不哭怎么办？粮没了，咱们吃什么？偷粮？谁偷的？居爷，有人偷粮，你得给我们做主。居爷，你不能不管啊！你不管我们就得饿死啊！打人！居爷，你不管还打人？他妈给你闭嘴！谁让你大摇大摆煮煮粥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家有粮，这不是找偷吗？爹，算了。姐，大伯家以后是不是要饿肚子了？你很高兴？没，偷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，这次他家，保不住下次是谁家。这位爷，行个方便，我们赶路急，想插个队。这年头逃难还拖家带口的，大户人家吧，都让。什么味儿啊，臭死了！各位乡亲，辛苦了。什么人啊，这么大气派？听说是永州州来的，一家是秀才，一家是错秀才。永州的秀才怎么跑得比咱们还慢？人家有家业，自然得收拾干净带上路。再说了，人家雇了马车，这不都追上我们了？有钱还给咱们挤一块，直接去府城买宅子不好吗？谁知道呢？反正跟咱们没关系。哥，你们也累了，还是吧，先来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不负生所，不顾涟漪起伴我，想象红尘对寂寞。小姐，等等奴婢。云烟已如梭，轮回千年数不得。哥，你看上了？小姐，那公子一直在看你呢，别胡说。这什么破地方，一股牛粪味儿！小姐，粥煮好了，是给人吃的吗？米都没洗干净，这么烫，想烫死我啊！奴婢洗碗，不是故意的。宝珠，你又发脾气。爹，他端的粥烫死了。烫了就晾一晾，动别动就摔东西。哼，去，再煮一碗粥，晾温了给他端过去。路身上买。这些泥腿子，脏死了！跟你们走一条路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呸！什么歪气啊！就是了不起，怎么了？你咬我啊！别惹事儿，那人咱们惹不起。奶奶，喝口水。好些了吗？奶奶，一会儿我给你揉揉头。看什么呢？要变天了，三叔公，怕是要下雪了。前面要是能找到个背风的山坳，今晚还能扛；要是找不到，奶奶腿疼吗？不疼。走，挖野菜去。娘，我不想去。不去，晚上吃啥？喝西北风？彩云，你眼睛长哪儿了？那是草，不是荠菜。娘，我没看到。
刘陆将，你这手艺到了西南不愁没饭吃。那是，手艺在身，饿不死。根生，你那猪肉能放多久？腌好了，放2、3个月没问题。到了西南，这就是本钱。谁不怕死，谁来试试。那些人不对劲。娘，您撑住，没事儿。您披着，我不冷。前面有山坳，快走！三叔公，前面有没有能避风的地方？看那2道山梁的走向，北面那座比南面高，要是2梁中间有个弯口，就能挡住北风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三叔公，你带小牛去割干草，天冷了，牛不能吃仙草了，多给点，还能编草帘子等风。好，奶奶，您在这儿守着牛车和粮食，别让人靠近，我去砍柴。好，你放心去。野姜够吃半个月了，留一些，别人有口吃的，我的风险就小一分。不止1棵，都是老树。醒儿，你这背篓里装的啥？野姜和栗子，上面有一大片野姜，还有几棵栗子树，地上落了好多。栗子，山上捡栗子了，还有野姜。你没捡完吧？没有，留了大半。醒儿，够不够？够了，三叔公您歇着，我来编。对，天冷了，牛也得保暖。我家那骡子也盖点东西。喂。姐，甜的。这栗子是甜的。醒儿，上半夜我守，你睡。没事儿，下半夜才不安稳，我一个人守就行了。不就是赶个牛车而已，能有啥累的？三叔公，换我了。这天要人命！要下雪了。好冷，暖和。
晴儿，你在这儿待着，我去找村长说说。三叔公，你别管了，我这把老骨头说错了也没人跟我计较。德厚，这天要下雪了，你看这天云压得这么低，风都不吹了，这是要下大雪的兆头。你说的对，我去找马队长说说，看能不能原地休整一天，让大家搭个棚子，备点柴火。原地休整？凭什么？你一个老官夫，管什么闲事？就是，你看看你身上这衣服，新做的吧？你一个寡老头赖在人家家里，你也不嫌丢人？行了，三叔公说的是正事儿，这天确实要下雪，我得去找马队长商量。沈德厚，你别以为当了个村长就了不起了。论辈分，你叫我一声哥；论族里的事儿，我才是族长。逃荒路上不认族长，你吵什么？你们这些难民一天到晚吵，烦不烦？马队长，这位三叔公是我们村的老庄稼人，看天气准。马队长，我走了大半辈子的路，看天气没走过眼。今天这云是雪云，不是雨云。马队长，我们是逃荒，不是游山玩水。原地休整一天就要晚到一天，西南府城那边等着安置，晚一天说不定就出大事。钱老爷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你看看那些老人小孩，有的连棉衣都没有。要是雪下来了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逃荒之前就该做好准备，没做准备怨得了谁？钱老爷，你坐在马车里穿着胡裙，当然不怕冷。但队伍里不是人人都像你，要是有人冻死在路上，马队长不好交代。你们要留就留，我家的马车自己走。马队长，你说句话。你一个种地的，耽误的一天吗？我是为马队长着想。那倘若赶路中有人冻死了、病了，会更加拖慢我们的速度，不能在规定10月赶到，谁负责？说的对，可不能冒雪走啊！在下是永州秀才陈文远，这位姑娘说的在理，天气确实要变了，原地休整一日，明日再启程也不算晚。马队长，学生也觉得应该原地休整。原地休整一天，所有人今天不许走。这玩意儿好，当风挡雪。先铺稻草，再围油布。姐，这里面暖和。翠花，你猜我看见谁了？你闺女，你那个大闺女，就在前面。她跟我没关系，她爹死了，我改嫁了，各过各的。你知道你闺女现在过得有多好？住的是油布棚子，四面不透风，穿的是新棉袄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有她卖了一头野猪，赚了好几10两银子啊！谁？没什么，你说谁有银子？那是你闺女，她有钱不孝敬你，天理不容。走，今天非得让她拿出银子来不可。娘，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姜大丫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出来！姜大丫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亲娘在这儿挨饿受冻，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你不管？杨翠花，你还有我儿子死时候，你破布基地里2个还被人欺负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现在来问良心，你的良心狗吃了！你就是姜大丫，我是你后奶奶，你娘改嫁到我们家，你就是我们家的人。你现在住的这个棚子得让出来给我们住，你们家的粮食也得分一半给我们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滚。你什么态度？我是你长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算什么狗屁长辈？我跟杨翠花没关系，她改嫁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女儿，现在来攀亲戚，晚了。姜大丫，我是你亲娘，你不认我就是不孝，孝道大过天，你去哪儿都说通。孝道？我爹死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弟弟被人打破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们一家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现在来说孝道，你要不要脸？反了天了！一个丫头片子敢骂亲娘，翠花去告他，告他不孝，让官府抓去坐牢。去告？你赶紧去告，我巴不得你去告。你抛下亲生儿女私自改嫁，你不守妇道，你还有脸去告？你别嘴硬，我看你现在就是在装，等真正告上官府，你就知道怕了。那就去试试，我等着。
什么事儿？村长，那评评理，我是他亲任我，还要赶我走。杨翠花，是他不认你，那你改嫁的时候怎么不带着他？你是哪个村的？母猪沟的，咋了？那村子比我们江家村还穷。你们不是江家村的人，你们是别的队伍的，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？我们是来找人的，江大丫是我们家的人。他娘改嫁了，江大丫姓江，上了我江世仆的，算你哪子家人？上了族谱，改嫁又咋了？亲娘就是亲娘。亲娘？你还知道亲娘？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见抛下枪亲生儿女私自改嫁的。大梁朝六法写的清清楚楚，女子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她男人死了，她不从子，私自改嫁，这是犯六法的。还有你儿子娶了一个犯律法的女人，你这个做婆婆的也不怕被牵连？你胡说，我只是改嫁而已，犯什么律法？难不成谁还规定要一辈子为那个死鬼守贞节牌坊？胡说！大梁律，妇人夫死改嫁，须得夫家同意，族长见证，立字为据。你们有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就是私自改嫁，就是犯六法。真要闹到查评了，你杨翠花是要被监的。夫家若是追究，严重了还要进猪笼。你吓唬谁呢？吓唬你！你要是不信，咱们现在就去找马队长，他是在衙门当差的，律法他比谁都清楚。让他来评评理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娘，走吧。姐，他们还会来吗？不知道，来了也不怕。这雪怕是要下一夜。天快黑了，别走远。知道了。姐，外面雪大吗？大，积了厚厚一层了。还走吗？今晚不走了，明天看情况。多吃点儿，吃不完的留着明天赶路吃。来，一人一碗御寒的药，喝了不生病。辣，好辣！翠花，你那个闺女真不认你啊？不认你了？不认。你是她亲娘，她不认你不去闹，闹了，那你也去了，被人骂回来了。她不是不认你吗？咱们不认她。但是那个小崽子是你生的吧？你生的儿子，你有资格管吧？你听我的，咱们不找他，找小崽子。小孩子谁对他好，他就跟谁走。你多去晃悠晃悠，给他点吃的，多叫几声儿啊，他的心就软了。到时候你女儿不得来找你？娘，这样能成吗？当然，那是你儿子，你带自己儿子走，谁管得着？三叔公，今天能走吗？能走。雪停了，路虽然不好走，但比下着雪强。都快点，都快点，明儿别磨蹭，太阳出来，太阳就得开播。小牛，娘给你煮了粥，你喝点儿。不用了。你吃饼子噎得慌，喝口顺一顺。不用了。他跟你说了不用，你没听见？江大丫，你别太过分。你改嫁的那天就不是他娘了，你自己选的，现在别来装，走。村庄，前面有个村庄，有人家有房子，粮食有粮食。村长，那个村子不对劲，没有田，房子太新，像是临时搭的，周围一块田都没有。一个村子靠什么吃饭？你说的对，我也觉得不太对，但我去找马队长说说。
马队长，前面那个村子，我觉得不太对劲。不对劲？哪里对劲儿？没有田，周围一块田都没有，一个村子靠什么吃饭？你想多了，可能是种的山地，在山上你看不见。再说了，这么多天没见着村子了，大家都要买粮，你拦得住？马队长，行了行了，有人就有粮，你管他甜不甜的。沈德厚，你是不是胆子太小了？看见村子不敢进，你是怕里面有鬼？当村长当久了，胆子倒是越来越小了。不对劲儿，你倒是说说哪里不对劲儿？人家村子好好的，房子整整齐齐的，你非说对劲儿，你是不是见不得大家吃顿饱饭？村长，你太小心了。就是一个村子有什么好怕的？人家热情好客，你还不领情？那个村子对劲儿，东西别离身，孩子看好，愿意信的一会儿跟着我走。各位官爷，各位乡亲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往哪儿去？从北边来，往西南去逃荒，路过贵村，想借个地方歇歇脚，顺便看看能不能买点粮食。买粮食？说什么买不买的？大家逃难都不容易，你们等着，我让人去各家户收一收，凑点粮食出来。今晚给你们煮粥，让大家吃顿饱饭。还有，天这么冷，就在我们这儿住一晚，明天再走。我们村子虽然不大，但空房子多，挤一挤能住下。住一晚不耽误赶路，明天一早走，天亮了路好走。那就多谢了。去我家来！这孩子可岁了，走到婶子家去。到我家去，有火炕，暖和。哎呦，这孩子真白净，到我家去住吧，我家有火炕，暖和得很。不用了，我们住外面就行。不用了。哎呀，这孩子瘦的，走到我家去，我给这孩子煮碗粥喝。不用了，我们住外面就行。丫头，你到底看出了什么？这么大冷的天儿，他们穿那么少，不冷，手脚不红不肿，走路不打滑，眼睛底下泛着红，一整个村子一个老人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逃荒路上什么最缺？我再去通知几个人。村长，现在去通知谁信？都在兴头上，你说了他们也不信，还会骂你。你通知了江家村的人就行了，愿意信你的自然会跟过来，你说破了嘴也没用。你们最好跟我走，这里你少在这疑神疑鬼的，去！快去的，咱快放回事儿。丫头，你确定今晚会出事？不确定，但宁可白搭一晚上，也不能拖大。姐，那些人今晚会动手吗？不知道。嘘，来了。把东西收拾好，套车，快跑！有危险！不对，不行，得回去。你要回去？你不能去，那些人。奶奶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三叔公，您去了，我得分心照顾您，您跟着走，我才能放心。走。跑！活着的人，快跑！江大丫，你带我们走！滚！再挡路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还有文书没拿到。三叔公，村长。
都看见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不用等到粮尽，那些人眼睛跟狼似的，见过的人都没了。你有没有什么主意？钱家他们不缺粮，驴车上装的满满当当的，每天做饭离队伍远远的，炖肉炖鸡，香味飘过来，谁闻不到？你以为那些人盯着的是谁家的粮食袋？我哪够资格？我跟钱老爷搭不上话，这种话得马队长去说。钱家算是顶顶有钱的了，有马车有粮食，凭什么听你的？你去找陈秀才。啥？他是读书人，说话比你好使。要是谈不拢，你再去。换一个说法，不让他匀粮，让他卖粮，他肯吗？价格别太高，在大家能掏得起的数上。糙米也好，杂粮面也行，有多少卖多少。你跟他算一笔账。现在离西南府城至少还有1个半月，因为天气已经原计划慢了半个月。要是队伍里出了乱子，有人饿了动手抢，他那点粮食能保得住？他不是傻子，他能分清哪个对自己有利。我去跟各家各户透个底，让他们把银子归拢归拢。陈秀才去了，钱老爷比你我想的都好说话。他答应卖粮、糙米，10个铜tiền1斤，每人限买50斤，还说要是不够，后面再想办法。嫂子，你家这锅里怎么一点油腥都没有？我那边也断粮了，那边可不一样，白米粥里头搁肉。你家是亲叔叔，他也不管。你少在这儿挑拨。江醒是我侄女不假，那你还是他娘，他管你了吗？各家的孩子各家养。我女儿是我没本事，怪不别人，你管好你自己吧。再说了，那玩意儿要不是跟着江行跑出来，我们家现在连骨头都找不着了。你让我去找他要钱，我有几条命。嫂子忙着呢。嫂子，你看江醒那边吃香的喝辣的，咱们这边都快饿死了。她好歹是咱们江家的闺女，有粮食不该分点出来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？你这贱人！你在外面裹的男人，你以为藏得住？我撞见过好几次，你把江老三家的粮食往外送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那些粮是谁的？是大房的。你拿我们家的东西去贴补野汉子，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你敢发誓你没做过？你要是没做，全家死绝！你现在来找我帮你对付江大丫，你别脏了我的地！滚！娘，他真的跟何大亮……闭嘴！喝你的粥。江大丫，你给我出来！说，如果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废话，不要浪费我时间。我是你娘，我生你养你，你生养我，我爹死了你就跑了，你现在来跟我说你是我娘，你再说一遍，信不信我今天打死你？你还有脸来？老太太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害了我儿子，现在还要来害我孙女，你当我是死的？我害了谁？江老三是自己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个死丫头！你看到你娘被人打了，你也不来制止，我是你娘把天带劈！你来干什么？你是来认亲的，还是来要粮食的？不说。行，正好你来了，我也懒得去找你。我和小牛要跟你断亲，你要是同意，我给你500个大钱。从今往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再无关系。不对，你是我生的，你就得管我，天底下没有这个理。江大丫，你娘跟你断不断亲，不是你说了算。这天底下哪里有亲生女儿不管自己的亲娘？我大梁朝可是孝子为先。就是你一个丫头片子，反了天了！你妈生你养你，现在翅膀硬了就不认了，天打雷劈的东西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何大亮，你跟杨翠花什么时候好上的？杨翠花还没改嫁的时候，你们就在村后的树林里、破庙里，衣衫不正，进去就是1个时辰。杨翠花，我爹待你不薄，你却背着他裹野男人。我没有你这种不守妇道的娘，你不配为娘。我爹死了，你连丧都没守完，就卷了银子跑去找何大亮下榻。
真是脸都不要了。你胡说！我可以作证，杨翠花早就跟何大亮一腿，她还经常把粮食送给何大亮，被我撞见好几次了。你胡说八道，你污蔑，你血口喷人，我儿子不是那种人。你儿子是不是那种人，你不知道。你娘家的表妹，你给他塞了个什么样的女婿，你不知道？杨花水儿，你是不是我儿子对你哪儿不好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官爷，您都看见了，家人不认亲娘，动手打人，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污蔑我跟他的关系。我一个清白的人，被他们这么糟践，您要是不管，我就去府城告状。告状？行，你告。你告之前，我先问你一句：杨翠花改嫁经过夫家同意了没有？经过族里同意了没有？大梁朝律法，妇人夫死改嫁须得夫家同意，族长见证，立字为据。你们有吗？私自改嫁是什么罪？你知道吗？私自改嫁不守妇道，按大梁律要收监，情节严重的进猪笼。断亲。不断亲你还要怎样？等着被进猪笼？我断500个大钱不够，加500就500。断亲书我帮你写。江家村江姓，弟江西坎，原是杨翠妈之儿女，从今日起断绝母子关系，从此以后生死无关，各自安好。杨翠未不以任何理由寻上门来，两家再无关系。你认字吗？不是。拿了钱就赶紧滚。走。去买粮，买糙麦，捡便宜的买。买粮，买多少？能买多少？100个铜板1斤。什么？不是10个铜板1斤吗？刚才那些人买的都是10个铜板。现在涨价了，你家要买就是100个铜板1斤，爱买不买。买1斤。这种人给100个铜板1斤都是糟蹋粮食，1斤米就没了，别人家都是10个铜板1斤。1斤，凭什么到咱家就100文？钱老爷说别人是别人，咱们是咱们。钱老爷，你凭什么针对我家？别人买粮10个团1斤，到我家就100文，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别人是别人，你家是你家，老子的粮食想怎么卖就怎么卖，你有意见？大家都是逃荒的，我家本来就穷，你这样做不就是逼我们去死？你真歹毒！我的粮食就算是喂狗都不喂你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教训教训他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求求你们别打了！仿夫妇刚才只是驱赶了几只苍蝇。谢谢钱老，谢谢钱老。奶奶，您腿不好，先空手过去，这些东西我回头拿。空着手走也是走，提个篮子也是走。没事，我没事。奶奶您别动，我先扶您起来。光靠我和三叔公，至少还得走3、4趟。这雨再浇下去，今晚就得倒一批人。那边树底下是干的，先进林子躲避下雨。我奶奶开始发烧，你自己慢慢想。我要先带他们进山找歇息的地方。所有人都进林子，拴在一起走，别散。这边2个山洞，这洞是我们的，想进洞拿粮食来交换，1袋粮换1个位置。我们是官衙领着去西南安置的难民，找个地方躲雨，雨停就走，不至要1袋粮。你们这么多人挤进去，洞里还怎么住？我们的铺盖也都在里头，被你们踩脏了谁赔？1袋粮都算瓢压在这儿。
只让老弱妇孺进去挤挤，年轻人都在外头守着，绝不动迷针一线，这样总行了吧？看你带的人多，粮多的多给一袋，有腌肉的也拿一块出来，一袋粮换一家人进去住。再不然没粮的拿别的抵也行，衣服、铁锅多，我值钱的不嫌弃。这山林都是朝廷的地界，什么时候变成了有主之物？大家都耗不了太久，避免节外生枝。一家一捧粮食，多了没有，不让就直接动粗。一捧？你打发要饭的？再啰嗦一粒都没有。你们有100来口人，我们一家一捧，加起来够你们吃好几天。识趣的现在让开，各家现在就给。若是不然，那就把你们全宰了。行，一家一捧。咋啦？说好的一小捧又没谁捧，你自己没婆娘孩子，还想拿这个讹人？凭啥不让我们走？凭啥不让我们走？让一让。姑娘，你手里有药，拜托你匀掉，就一点孩子，一点点够煎一碗的就成。你看这孩子烧嘴都张不开，再拖下去，我怕他熬不过，求求你。药已经没有了，我的家人也在发烧。姑娘，你家人他们不是已经吃了药？你看这孩子，你忍心看着一个孩子这么烧死吗？你也是女人，你也有弟弟，你忍心看着可怜的孩子病死都不肯伸一下手？我的药留给家人，我的药留给我家人，我不忍心，但我也没多余的药匀给别人。不是我不救，是我救不起。我救了这一个，那边还有几十个，到时候所有人都来找我要药，药不够分，洞里的唾液都能淹死我。你心疼你的孩子，我也心疼我的家人，各顾各的吧。你们都听见了，他见死不救，他有药，他背篓底下藏着好几十包药，刚才还给他家人熬药，别人家的孩子烧的要死了他不管，他就只管自己家人，你们评评理。我亲眼看见的，在关渡口的时候，他给了一个寡妇好几包药，那孩子的病就是他给药才退的高热，给别人就给，给我们就不给。我闺女不是人，就是他的孩子是孩子，我们的孩子就不是孩子。人家自己的药给自己家人吃是本分，给了是情分，不给是道理。你有什么资格逼人家？回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哎，老夫来给这个孩子把把脉吧，跟着我来。官爷，老叟姓顾，永州来的游防郎中，昨晚也是老府给那妇人的孩童诊了脉，昨晚又倒了3个，不是什么凶险的病，就是风寒入里，年轻人扛2天就过去了，上了年纪的和小孩难熬，发热的少说有40-50个，我药箱里的存药也撑不了多久。好在眼下还没有人烧到糊里糊涂的，但再拖下去不好说。听说官爷要上山找药，老朽愿同去认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黄精，能够煮来吃，味道很甜，能够填饱肚子。这边有能
吃的，黄精。江姑娘说了，煮熟可以当饭吃。大家注意，挖大留小，把幼苗都留下来。这个土茯苓也能吃，煮熟了粉粉的，能填肚子。天哪，山泉水！别浪费。那边有蛇窝，蛇窝，蛇胆摘下来放碗里，蛇皮不要扔掉。咦，江姑娘哪来的兔子啊？刚在林子里看到兔子洞，顺手打的。你们这是把南边的山头翻了一遍。顾大夫，蛇胆你收着，都是蝮蛇的蛇胆，可以加在药里给村民们喝。行，小姑娘懂得挺多的，师曾何处？我没有师傅，自己在书上看到的。你们咋找到蛇的？江姑娘带我们找的，不止蛇，还有蕨根、土根，都是能吃的。江姑娘说了，让我们留一些，剩下的拿出来煮，留10几条自家分，30条拿出汤，大家都能喝一碗。众人历经啃树皮、缩草根、食不果腹的绝境，1碗肉汤成为极致奢望。哭啥？不就是蛇汤吗？反正也放不久了，反正赵婶儿一路舍不得吃。这是50斤糙米，品相不好，给大伙添一口粥。江大牙，你倒是在这里吃得好，你娘连口蛇汤都喝不上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吃兔肉，呸！丧良心的玩意儿！你看看他们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个个拖累人，病成那样还躺着，就是拖油瓶。他们能活多久？你这么紧着给他们吃肉喝汤，不是白白糟蹋东西吗？反正也是拖累，不如任由他们自生自灭，省下吃食，好好给你何叔养伤。何大亮是你后爹，你孝顺他是天经地义。说到底，你一个丫头片子迟早要嫁人，何必死守着这一家子累赘？不如跟我回何家，你力气大，能干活，好好干活伺候你何叔家2兄弟，也能替我分担。你乖巧点儿，你何叔能给你寻一门好亲事。娘就知道你嘴硬心软，你把这锅肉汤端过去给你何叔赔个罪，认个错就没事了。你何叔大人有大量，肯定会原谅你的。大亮，你怎么？大亮，你看看我，大亮，大亮。
杨翠花。你下次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下一次这把短刀会出现的地方就是插在何大亮的喉咙上了。你敢？淤血还没散，老太太年纪大了，气血走得慢，这种伤急不得，得用透骨彩、牛膝、红花，最好是新鲜采的，药力足。明天我去找。不能再等了，现在粮食已经见底了。马队长，老夫多一句嘴，村民经不起雨淋，走到半路旧病复发，才是真的要人命。2天，再等2天，必须走。你去找药，老夫跟你一起去，能帮你找得快一些。江姑娘，我们也想跟着你上山。我们是去挖野菜，找点吃的，绝对不给你添乱。家里米缸空了，孩子饿得睡不着，实在没办法了。我去南山走得很迟，能有野物，今天没工夫管别人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石斛少说值2两银子，亏了，亏大发了。江姑娘，别急，咱们下午再往里走，总能找到的。有救了，哇，有救了！要下雨了，这雨怕是不小。江姑娘，下雨了，咱们回吧。你们先回去，我还要往里走。老夫跟你一起去，说了帮你找，不能半途而废。透骨草，乔姑娘，透骨草，还有牛在这里，都在这里。透骨草驱风出湿，牛形银血神像，红花活血须臾，这3味配在一起，再加点野姜和艾草，老夫给老太太敷上，保管管用。
野猪拱的。江姑娘，得赶紧走，这痕迹新鲜的很，野猪可能就在附近。那东西凶得很，獠牙能捅穿的肚皮，咱们2个人碰上了，可讨不了好。姑娘，江丫头，你听见老夫说话了吗？野猪，那是野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山药，品相倒是不错，但这就是最普通的山药，药性还不如白术和染参。江姑娘，你找这个做什么？你这是烤它？烤它做什么？山药都是要炮制的，洗干净、切片、晒干，9蒸9晒才算入了药。这是山药，山药居然是这个味道，又甜又糯，吃半根肚子就有底了。山里人吃过，口口相传的。江姑娘，这一片山药藤有多少？这一片少说能挖2000来斤，再往里走肯定还有更多。江姑娘，这个消息你打算怎么办？活了大半辈子，头回知道这能吃，这够所有人吃10天半个月。所以得想清楚，没个公平法子，这山药会是催命符。你有什么主意？我一个人挖不了，按出的劳力算。他们要是愿意出力就出力，不愿意出力的也别来分。行，回去跟马队长说，明天点人。侧骨草、牛膝、红花。奶奶，我去找马队长说点事儿。马队长，换个地方说话。南边的密林里有野山药，量不少。光我和顾老大夫看到的那一片，少说能挖2000来斤，再往里走还有更多。山药我是听说过，药铺里当药材卖，但没听说能当粮食吃。你确定这东西能填肚子？大伙儿现在都饿着，要是吃了闹肚子，那可不是小事儿。能，我和顾大夫都吃了，烤熟了味道软糯香甜，能够果腹的。但有个问题，山洞里大多数人还在生病，能走动的劳力没多少。如果让一部分人去挖了，分给所有人，出力的人不乐意，不出力的人白拿，也不公平。那你怎么想的？各村自己定，出动多少人挖多少，归各村自己分，谁出力谁受益，谁也别占便宜。这法子好，各家管各家，谁也别眼红谁。就这么办。你跟我一起去说，这山药是你发现的，你说比我管用。山长何去的？人都齐了，齐了就坐下，说个事儿。江姑娘今天在南山上发现了一批野山药，这野山药是能填肚才宝，还不少，少说2000来斤。一位大夫也说了，是药材可以吃的，没有问题。山药，就是药铺里卖的那个山药。对，山里长的，品性不错，烤熟了味道也很好。那还等什么？明天一早就让人上山挖呀！我们周家寨断粮2天了，今天那锅粥稀的能照见人影。你坐下，听江姑娘把话说完。山药是有的，但有个问题，山洞里大多数人还在生病，能走动的劳力不多。如果让一部分人去挖了，分给所有人，出力的人不乐意，不出力的人白拿，这事儿办不成。那你说怎么办？
各村自己管各村，谁出力谁受益，谁也别占谁便宜。我们陈家沟没意见。我回去就跟他们说，能走动的都上山，走不动的在洞里养病。大家轮流去挖，总能挖够路上吃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天亮就出发，别磨蹭。要不要叫永州那些人？先不叫，永州那批人跟我们不是一路的。明天咱们的人先上山。